大家好。好的，欢迎来到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这是一个城市，它在法律上确实是一个城市。多亏了太空探索团队的辛勤工作，我们从无到有地建造了它。现在它是一个巨大的火箭制造系统。所以，对于那些好奇想看的人，我们实际上是在一条公共高速公路上，所以你们可以过来参观，沿着路开探，看看这些宏伟的设备。所以，我认为这是火箭开发项目第一次真正的位于公共高速公路上。所以，你们可以过来看看这些宏伟的东西。我们今天很荣幸能有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以及五角大楼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他们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刚刚参观了工厂，我认为这真的有助于说明制造业以及大规模制造对于美国的力量是多么关键。所以我会告诉你们一点关于 SpaceX 的宗旨，就像我们想让星际迷航成真一样，好吗？我们想让星际舰队学院成真，这样它就不总是科幻小说，而有一天科幻小说会变成科学事实。我们有宇宙飞船穿梭于太空，大型宇宙飞船载着人们去其他行星、去月球，最终超越我们的恒星系统，去其他恒星系统。在那里，我们可能会遇到外星人，或者发现早已灭绝的外星文明，我不知道。但我们想去，我们想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我们想拥有宏伟的未来主义宇宙飞船，里面载着很多人前往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是的，那就是目标。我认为这就是公众在想到太空部队时所联想到的。所以借此机会，我想介绍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谢谢伊隆，非常感谢你。星际迷航成真，好带劲。星际迷航原版，是的，非常感激。我太喜欢了，哇！这次参观真是太棒了，能和伊隆以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团队一起在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真是个难得的机会。在美国没有像这里一样的地方，在全世界也没有像这里一样的地方。你们在这里已经建成和将要建成的一切，都证明了美国独创性和美国发明的强大力量。所以，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大家今天接待我们。伊隆，非常感谢你接待我们，感谢你所建造的一切。感谢你对这家公司的愿景，你对我们国家的愿景，以及你对美国创新的愿景。我想不出比这里更合适的地点来继续我们的自由军火库之旅，并在这里阐述战争部未来技术创新的蓝图。你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各位会明白的。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致函美国国家科学院，声明科学研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们写道，为了确保持续的备战状态，必须要求美国的科研人员在和平时期继续进行他们在当前战争压力下卓有成效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开发这些武器和战术方面的竞争时间因素，可能对未来的冲突具有决定性作用。你们看，几十年前的那些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就认识到创新和备战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事关重大，事关我们珍视的国家自由。今天，
在全美国各地，非凡的创新正在为自由、繁荣和安全开启新的可能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本世纪最强大的技术是否会巩固自由社会。这项技术是会巩固我们的自由社会，还是会被那些试图利用技术进行控制和胁迫的恶意政权所塑造和扭曲？大家看，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详细谈论了我们在改革战争部以应对当前和未来任务方面面临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21世纪作战人员的需求。我认为我们已经通过重振战士精神、迅速淘汰落后之处，以及改革我们的采购生态系统，在五角大楼的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如何为未来的时代为战争部的创新注入强大动力。创新正以我们甚至无法预见的速度发生。我们整个机构，我们这个机构都需要认识到当前时刻的紧迫性。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已经整合，这使得技术创新的新参与者很难甚至不可能在我们的部门赢得业务。结果就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文化，它阻碍我们为作战人员提供美国所能提供的最佳资源。这种情况今天就将结束。简而言之，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技术霸权的战略竞争，人工智能、自主系统、量子技术、高超音速技术和远程无人机。如果你和伊隆·马斯克聊足够长的时间，他会告诉你高超音速技术和远程无人机有多么重要，它是100%正确的。太空能力、定向能技术和生物技术是全球竞争的新领域。挑战在于，我们传统的科技发展方式认为技术发展遵循一条可预测的线性传送带，从实验室到设计，到开发，到原型，到测试和认证，再到列装项目，并且只能由少数几家已经大幅整合的公司提供。然而，尽管这个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赢得冷战的武器，但它已经过时了，与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型威胁环境格格不入。这种旧方法的症结在于，它傲慢地认为你可以轻易预测未来，认为你可以预见一项发明如何通过8个简单的步骤，在首次发现的30年后变成一种武器。我们的系统不能再把创新当作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单向行军，这极大地限制了谁以及什么能够通过我们部门的重重考验，将能力交付给作战人员。在本届政府，也就是川普政府之前，本部门部署新能力的过程已经变成了又一个冷战后和平红利的遗物。未能跟上时代，更糟糕的，我们除了层层叠叠的增加委员会和理事会之外，什么也没做。他们只负责协调，从不决策。我们创造了无数项目，却没有明确的负责人。我们人员流动率高低，进展甚微，产出很少。这听起来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做法完全相反。我们把创新当作一个需要打勾的方框，而不是一个需要交付的成果。简而言之，面对我们当前的威胁环境，我们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需要创新无处不在，并以速度和目标发展。你看，美国的开放科学社区是威权政权无法复制的优势。他们可以阅读我们的科学论文，复制我们的发明，或者提炼我们的 AI 模型，但他们无法复制这种开放和分布式研究的文化。我们需要在这里直言不讳，我们再也负担不起等待10年，让我们过去的主要承包商交付下一个完美的系统。结果却发现，它延误了数年，成本是应有的10倍。胜利需要一套新的策略。伊隆用他的算法写下了这套策略，质疑每一个要求，删除那些愚蠢的，
然后像地狱般的加速。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整个战争部和我们的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中，明确一点，我们的战争部研究与工程次长埃米尔·迈克尔就在前排，是战争部唯一的首席技术官，是整个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作为唯一的首席技术官，埃米尔将设定技术方向，领导创新生态系统，欢迎来自任何地方的进步。他将每天当面告诉我，坦率地说，我们是在技术和创新竞争中取得优势还是落后。他将拥有决策权，并通过严格的评估进行领导，重点关注真实可衡量的成果。现在，国会，我们今天有很多国会议员在场，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确认次长作为部门首席技术官的角色，我们正在履行国会在法规中赋予研究与工程的核心使命。上一份国防法案扩大了首席技术官的权利，包括指示军事部门和其他组成部分围绕清晰创新的成果进行协调的权利。我们将利用这些权利，以速度和紧迫性交付这些成果。一位被赋权的首席技术官将把颠覆性的思维直接注入我们的系统，引导美国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和企业家，我们尖端的实验室技术生态系统，以及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建造作战人员所需的东西，而且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埃米尔是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你看，这无关军事结构，这是关于建立一个创新管道，它能穿透杂草丛生的官僚灌木丛，像伊隆一样清除障碍，最好是用电锯，并以符合当前形势的速度和紧迫性来完成。正如我反复向所有听众所说的，美国总统和我支持我们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在战场上做出瞬息万变的生死抉择。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知道，我们也支持那些同样具有紧迫感的创新者。美国纳税人，特别是那些响应号召参军的子女的父母们，我今天又为10名新兵宣誓，他们要求，我要求，我们要求，现在就用压倒性的致命技术武装我们的作战人员，而不是10年以后。在现代战争中，最快的创新者和迭代者将是赢家。没有人能比一个摆脱了僵化官僚束缚的美国企业家更有创新力。那个旧时代今天就结束了。当我们的潜在对手正在进行一场战时军备竞赛时，我们不能再搞和平时期的科学展览了。现在从全国各地的车库、初创公司到工厂车间，再到董事会，如何利用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的创新，是当前最核心的问题，而且理应如此，因为它有潜力颠覆和改变人类努力的每一个领域。战争部也是如此。川普总统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简洁地阐明了我们的方针：美国的政策是维护和增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以捍卫人类繁荣、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战争部的使命。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样任何对手都无法利用同样的技术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或我们的公民。美国在所有领域都优先。上个月，我们宣布与谷歌的合作伙伴推出 GenAI， 这是我朝着改变本部门与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合作方式迈出的第一步。我要感谢谷歌团队积极投入并进行投资，使他们的 Gemini 能应用在战争部拥有大约300万用户。但今天，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下一家加入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公司，那就是来自 XAI 的 Grok， 它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上线。
所以我要感谢你，一龙，以及你出色的团队，也在这方面与我们积极合作。很快，我们将在本部门的所有非密和涉密网络上部署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这早就该做了。为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正在执行一项人工智能加速战略，这将扩大我们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军事人工智能领先地位。这项战略将释放实验潜力，消除官僚障碍，聚焦投资，并展示所需的执行方法，以确保我们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并在未来变得更加主导。简而言之，我们将通过成为一支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来赢得这场竞赛，涵盖所有领域，从五角大楼的后台办公室到前线的战术边缘。这次加速的催化剂将是7个设定节奏的项目，他们专注于作战、情报和企业任务中的任务线，每个项目都有一位单一的负责领导者，积极的时间表和可衡量的成果。以回答一个熟悉的问题，就是一龙常问的问题：你这周完成了什么？这是人工智能优先转型的执行标准。这7个领跑项目将采用以下模式：每个项目都有一位负责人，每月汇报进展。这些项目不会闭门造车，而是会直接与作战人员和转型伙伴合作，以确保我们能采纳实时的作战反馈。我们期待快速迭代，通过失败来加速学习曲线。这些不是科学项目，也不是治理委员会，他们是整个部门的执行标准。我们不会通过将人工智能像数字魔法粉一样撒在旧战术上来赢得未来。我们将通过发现全新的作战方式来取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开展持续的实验活动。每季度进行人工智能协调蜂群，基于智能体的网络防御以及分布式指挥控制的对抗性作战实验室，不断突破极限，在每一个环节从失败中学习。这正是这个地方的特点。你们看，我们部门过去不接受失败，所以我们从不失败。这意味着我们从不学习。我们正在扭转这种局面。在谈论新规则之前，让我再多谈谈我们的新团队。因为没有合适的团队，就无法赢得比赛。我们很荣幸地宣布，卡姆兰·斯坦利先生已被任命为我们战争部的新任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也就是 CDAO， 卡姆将领导一个新团队，其中许多人放弃了或者离开了亚马逊云科技、Databricks、Palantir 和 Meta 等先锋公司的优厚职业，加入了这场战斗。谢谢你们！这个团队不仅将为本部门带来变革的催化剂，我们相信它还将吸引其他希望加入我们，为保护我们伟大共和国而从事以任务为中心工作的科技界人才。那么我们来谈谈新规则。首先，速度制胜，速度主导一切。我们目前的机构在人员配置和委员会周期上是以月和年为单位的，这是不可接受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军事人工智能将是一场竞赛，行动过慢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风险将超过不完美协调的影响。为此，卡姆和他在 TDAO 的团队将在未来30天内为所有领跑项目设定人工智能部署的速度指标，并在此之后至少每月汇报一次。这些将成为整个部门项目地心基准。第二，官僚障碍。如果你和一龙合作，你知道他会发现阻碍因素，然后你就能清除它们。我们将对阻碍这一进展的人员和政策采取战时方法。你想阻碍，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工作。数据共享、操作授权及 ATO 测试评估和合同签订方面的障碍。
现在都被视为作战风险，而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不便。我们正在清除这些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正在研发部门下成立一个障碍清除特警队。该团队有权豁免非法定要求，并将任何减缓人工智能能力加速的事情上报给我们伟大的副部长史蒂夫·费恩伯格。第三，计算资源，我们将大力投资，扩大我们从数据中心到战术边缘的人工智能计算资源获取，并将利用流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数千亿美元私人资本。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已指示我们要在军事用地上建设数据中心，并与能源部合作，确保我们大幅增加为这一计算基础设施提供动力所需的资源数量和广度。我们将与谷歌、亚马逊云科技、甲骨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微软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进这些举措。第四个支柱，尤其是在这个房间里，你们会明白，就是人才。我们将利用所有可用的招聘和薪酬权限，引进最优秀的美国技术人才，并奖励我们员工在人工智能转型方面的有效表现。我们将大力利用川普总统的科技力量倡议，从工业界和学术界引进最优秀的人才。随着伊隆、大卫、萨克斯、埃米尔、麦克以及其他来自创业和商业领域的人士加入政府，我们已经表明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为这项事业招募世界顶尖人才。第五，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今天我想澄清一下，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在战争部意味着什么？公平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限制和混淆我们使用这项技术的所谓多元、所谓公平和所谓包容的 DEI 政策和所谓社会正义理念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即日起，战争部的负责任人工智能意味着客观真实的人工智能能力，其部署必须安全并符合管辖本部门活动的法律。我们不会采用那些不允许你打仗的人工智能模型。我们将仅凭这一标准来评判人工智能模型，事实准确，与任务相关，不受意识形态限制，不限制合法的军事应用。战争部的人工智能不会是觉醒的，它将为我们服务。我们正在建造战备武器和系统，而不是为常春藤大学教职工休息室准备的聊天机器人。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是数据人工智能的效能取决于其所依赖的数据，而美国军方拥有长达20年的军事和情报行动所积累的非对称数据优势，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都无法复制的。但目前我们并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我们有太多的数据被搁置，它们被困在定制的程序数据库中，被美国法典第10篇或第50篇的烟囱式管理模式所阻碍，对操作人员、工程师和行业来说是不可见的。而这些人本可以帮助我们以制胜的速度和规模来利用这些数据。因此，今天在我指示下，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充分地行使其权力，执行战争部的数据法令，并确保所有适当的数据在联邦信息技术系统中可用以供人工智能利用，包括所有军种和部门的任务系统。各军种部长和部门负责人将在30天内向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提交其现有数据资产目录。数据访问请求的拒绝情况将在7天内报告给首席技术官，并且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今天我还指示情报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布拉德·安塞尔，确保我们整个情报企业中的适当数据得到同样的处理，并能充分利用于作战能力开发和作战优势。人工智能的效能取决于其所接收的数据，我们将确保这些数据到位。数据访问障碍将上报给战争部副部长解决，副部长有权调动或解雇相关人员，或在法定限制内暂停向不合规活动提供资金。我要在此明确指出，正如我所说，数据囤积现在已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我们将做相应处理。人工智能是未来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长期以来
忽视了另一个事实，除了人工智能，我们把所有其他类型的创新都同等对待，但是他们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打破不必要的障碍，以加速技术的发展、采用和转化。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记得，一代人以前，我的一位前任在一次行业晚宴演讲中，也就是现在臭名昭著的最后的晚餐，主张整合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次整合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创新生态系统，由少数几家主要承包商主导，结果是成本飙升、交付缓慢和创新停滞。这正是川普总统最近关于国防工业基础和国防公司的行政命令旨在解决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传统主要承包商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而不是下一次财报电话会议。这意味着要减少对股票回购的关注，增加对工厂车间工人的投资。这意味着要减少股东分红，增加对基础设施、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今天，那个旧时代结束了，战争部正在重新向我们国家科技初创企业的颠覆性活力和敏捷创造力开放。这些企业由我们世界领先的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我正在指示我的首席技术官领导这项工作，而他的搭档一如既往的在这项工作中是负责采购和维持的副部长麦克达菲。长期以来，我们围绕阶段和孤岛组织我们的生态系统。实验室在这里，所谓的快速反应单位在那里，商业外联在不同的建筑或完全在另一个海岸，而作战人员则在某个末端，几乎是在事后才考虑，其结果是重复、偏离和混乱。就像我们正在修正的采购流程一样，我们创建了各种组织来规避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问题，而不是采取大胆的措施来改造它。我们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绕过实际的系统。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每一笔创新资金，无论是在实验室、初创公司还是秘密部门，都必须旨在交付3件事之一：颠覆性技术、可扩展产品或新的作战方式。如果它不能快速实现这3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它将被重新调整或被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我委托埃米尔作为首席技术官，确保这项指令在整个部门迅速执行。埃米尔，你将非常忙碌。再次强调，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我们创新思维方式的转变。在麦克达菲领导的需求改革中，我们废除了一种旧的僵化的模式，并重新调整了部门，使问题、资金和实验都存在于一个系统中。在采购改革中，我们废除了国防采购系统，并设立了负责任的投资组合采购主管，将交付速度作为我们的组织原则。我们将对技术创新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正在终止那些只会开会、汇报、写备忘录和安排会议，但从不做出决定，也很少加速成果的各种委员会。即日起，国防创新指导小组、国防创新工作组和首席技术官委员会被解散和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首席技术官将召集一个首席技术官行动小组，协助他做出决策，清除官僚障碍，追究领导责任。最重要的是，迅速向我们的作战人员交付新技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组织都必须通过比我们的对手更快地提供作战优势来赢得自己的位置。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位，没有例外。为了支持首席技术官，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战争部创新生态系统的2大支柱。
首先是国防创新部门，简称 DIU。自10年前成立以来 ，DIU 经历了不断变化的汇报结构和不均衡的行政支持，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有时其职责范围与部门的其他部分重叠。从今天起 ，DIU 被指定为战争部的一个外勤机构，为部门提供卓越的技术侦察、快速合同签订和其他通用服务，并以商业速度执行。首席技术官将为 DIU 提供行政和资源支持，并确保该部门的工作符合战争部的创新优先事项。DIU 的主任也将继续直接向我汇报。作为一名主要幕僚助理，并履行其法定职责，我将任命欧文·韦斯特先生，我的无人机主导倡议的执行人，从3月开始担任 DIU 的主任。届时，2027财年预算周期将确定。作为一名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海军陆战队员，欧文将把战士的心态带入 DIU 的核心任务，即将技术转化为我们的部队。欧文还拥有所需的私人资本经验，以确保 DIU 继续与风险投资和投资者社区紧密合作，并持续引入新的参与者进入战争部。欧文在战争部领导了政府效率部的最有效工作，为我们的部门节省了数百亿美元。现在他将领导 DIU， 我们世界领先的国防科技初创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他们正在通过高科技、低成本技术的普及来重塑战争。DIU 的任务是加速采用这种商业技术，帮助将创业产品转化为切实的作战能力。其次，战略能力办公室，简称 SCCO， 也被指定为战争部的一个外勤机构，隶属于首席技术官。SCO 将继续专注于其核心任务，即识别和原型化新系统的颠覆性应用、现有系统的非常规用途以及近期技术，以创造战略效果。SCO 将继续保持其向副部长直接汇报的法定关系，但将在运营上重新调整到首席技术官之下，以消除重复，并确保每天不懈地专注于为我们的战士提供近期和中期能力。不懈的紧迫感和专注是我们的重点。今天的国防创新生态系统过于碎片化，导致技术向战士的转化不足。我们在采购生态系统的转型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它也需要进入创新生态系统。长期以来，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经历过，我们最近在洛杉矶遇到的其他人也一样。创始人与企业家们的经验一直在五角大楼里无休止地打转，寻找合适的办公室、合适的项目和合适的有动力的赞助商，而且新进入者往往最终被官僚主义所阻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然后当他们去了那个地方，那又不是正确的地方，然后他们又去了另一个一开始就不想要他们的地方。这样的循环还在继续。例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 Palantir 不得不起诉战争部，才获得竞争部门合同的机会。归根结底，新进入者既需要一个射门机会，也需要部门更快地给出肯定或否定，而不是被无休止的漫无目的地也许所拖延。在战争部长层面，我们将把现有的迷宫替换为2个清晰的渠道：任务工程与集成活动。MEIA 将告诉业界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什么问题，而 DIU 将帮助项目办公室采用业界已经构建的技术。这将有助于更快地得到肯定或否定，清晰的指导、清晰的指导方针、清晰的需求信号。这正是业界和资本所期望的。现在，这不仅仅是部长办公室的改革，各军种也需要改革其创新生态系统，包括陆军、海军、太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
我们的军事部门将采取以下行动：在90天内，各军事部门的部长将向首席技术官汇报其部门的创新计划，以及他们将如何围绕3个创新成果整合、精简，并重新聚焦其实验室、研究专长、实验单位和快速能力办公室。我们60多个实验室是国家资产，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以交付为导向，而不仅仅是发现。从2028财年预算开始，每个投资组合采购主管都将资助一项创新插入增量，简称3I。这是专门用于最后1公里、集成测试以及将验证解决方案快速插入到已部署系统中的资金。创新不能集中化，也不应该集中化。事实上，希望我能说出他的名字。就在上周末，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一份来自陆军上尉德伦南·格林的提案。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他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关于他和他的部队如何部署人工智能创新，可以而且应该来自任何地方、任何人，无论那些最好的想法在哪里。我们将请这位优秀的陆军上尉过来，听取他的意见。我们如何才能在他的部队和其他部队中自下而上的应用这些工具，而不是自上而下？军事部门和项目办公室负责最后的落地、集成、交付。为此，我指示各部门在所有项目投资组合的预算中设立3I，以创新插入增量。这将确保他们有专门的资金，以便在武器系统开发过程中快速整合创新。这将是一个工具，可以将新的创新尖端武器和改进从年度预算周期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在这里，你们以小时和天，也许是周围单位进行迭代。在华盛顿，我们谈论的是月、年，而且常常是多年。这太慢了。首席技术官生态系统将为他们提供补给。各部门是这个生态系统的贡献者，而不是旁观者。他们必须交付成果，他们必须交付成果，他们必须交付假导性优势。谈到预算和预算周期，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几天前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的帖子。他提议在2027财年为战争部提供15000亿美元的预算，这是我们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的预算，是对美国安全的一项历史性世代性的投资。我们不会浪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重建我们的军队。想象一下，随着我们部门转型工作的全面启动，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增加了资源，精简了流程，加快了向作战人员交付这些能力的速度，向国防工业的新进入者发出了邀请。这是我们急需的，并且拥抱了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国防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将使我们的部队更加敏捷、更具杀伤力，并更有能力威慑，并在必要时赢得未来的战斗。这是川普总统的要求，也是我们将要实现的。这引出了我们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领域。你们看，重组和新的态度不足以真正为作战人员释放创新潜力。我们的部门需要利用美国相对于其对手的一个关键优势：世界上最广泛、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最优秀的创业人才。你们知道，资本是美国创新的命脉。因此，为了成功，我们部门需要拥抱私人资本的作用，而这一点我们长期以来做得不够。我们需要成为私人资本更好的合作伙伴，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加速关键领域的资本形成，并降低部门的风险。私人资本已经在帮助解决川普总统指示本届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结束我们对竞争对手获取稀土和关键矿物的依赖。战略资本办公室，简称 OIC， 在戴维·洛奇的领导下，正在牵头这些工作，并且正在取得成果。仅在过去5个月里 ，OIC 团队就部署了超过45亿美元的资本承诺，作为完成6项关键矿产交易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将帮助美国摆脱市场操纵。至关重要的是 ，OIC 的战略依赖于吸引从风险投资界
到我国最大金融机构的私营部门投资者。迄今为止 ，OIC 的6项交易中，包括来自我们私人资本合作伙伴的近50亿美元。OIC 在不到30天内完成了大部分交易，这对于复杂的交易来说是川普速度，这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来说可能显得有些慢了。在华盛顿，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我的意思是，那在华盛顿简直是超光速。我们的所有投资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更快地为作战人员提供支持。现在，有些人可能会玩世不恭地提出质疑，这难道只是又一次创新重组吗？又一套听起来不错但无法实现的战略吗？不，这是单一作战计划的第3个支柱。在根本性地改造我们的采购生态系统时，我们废除了只关注流程的 JCID， 并将 JROC 转变为一个评估实际联合作战问题，而非纸面需求的主体。我们创建了 MIA 来运行实验活动，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废除了旧的国防采购系统，并创建了作战采购系统，以专注于速度、风险和问责制。凭借我们刚刚概述的人工智能战略和创新生态系统转型，我们正在将这第3块拼图焊接到位。CTO、DIU、SCOE、DARPA、CDAO 和 OIC 不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是战争部长办公室的创新操作系统。DARPA 提供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战略惊喜， DIU 提供可扩展的产品， SCOE 提供新的作战方式， CDAO 和 OIC 提供数据、测试和资本，以战时速度推进。截至今天，他们是一个生态系统，是自由兵工厂的思想和行动库，直接与需求、投资组合和生产挂钩，提供颠覆性技术、可扩展产品和新的作战方式。所有这3者都以战时速度推进。问题驱动实验，实验流向原型，原型流向我们的项目主管，项目主管将这些流向生产，生产流向作战人员。这个循环永不停止，始终迭代。一个系统，一个目的，快速投入战斗。我们正在为赢得未来做准备，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对于自由世界，对于西方而言，利害关系再大不过了。在本届政府之前，我们的对手可能以为他们最终摧毁了美国的力量。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我们的企业家，他们没有我们的资本市场，他们没有我们经过20年军事和情报行动验证的作战数据，他们没有我们来之不易的机密技术，他们没有美国作战人员那种不屈不挠的独创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没有一支军队能够在37小时内抵达德黑兰市中心或加拉加斯市中心，而在此过程中不被发现。你们看，但是如果我们让这些优势在僵化的官僚体制下窒息，那么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整合创新生态系统，将本部门打造成一个人工智能优先的部门，并让每个实验室、每个项目都承担责任，同时推动每位军官以比其他人适应更快的速度提供作战优势。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退缩，我们将与工业界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一起打造新的自由兵工厂。我们相信未来将由那些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人塑造。我们不是仅仅相信，而是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些像我们一样热切信仰自由和西方传统的人必须成为这些领导者。如果不是我们，如果不是美国，如果不是西方，那会是谁？如果不是现在，
那么维持这种优势就为时已晚。这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从来都不是。这关乎我们的战士是使用昨天的工具作战，还是使用明天的技术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知道威胁，我们知道机遇，我们知道必须做什么。我们都感受到了紧迫性，现在我们将去做，而且我们必须以战时速度去做。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建立的这家公司，愿上帝保佑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非常感谢，谢谢，感谢各位，谢谢您，先生。